新中国成立之际，仍有不少国家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的针对，尤其是英美两国。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英国政府在新中国建国前后耍的3次坏心眼，却在无意间帮了中国的大忙。英国人做的第一件好事是在国际社会制造舆论压力，从而迫使斯大林向中国让了步。时间回到1949年初，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毛主席迫切地想要飞往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谈。直到1949年12月6日，在双方旷日持久的交涉下，毛主席终于开启了自己的访苏之旅。只不过这一时期，斯大林仍然没有做好接待毛主席的完全准备，尤其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斯大林不想放弃在中国的利益。比如条约中规定的中东路与南满铁路合并，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再比如将大连开辟为国际贸易自由港，将旅顺作为中苏两国共用军事基地。斯大林料想毛主席很难接受这些条款，因此迟迟不愿与之讨论这些问题。他猜测的没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条款无异于丧权辱国，新中国断然不可能履行。所以在谈判一开始，毛主席就点名要废除这个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但斯大林不愿接受。双方为此争论了许久，最后不欢而散。自那以后，斯大林便开始冷落作为客人的毛主席。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也很无奈，只能终日待在屋内休息，1个多星期没有露面。就在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英国通讯社的一篇文章顿时帮助中苏化解了矛盾。原来毛主席的访苏之旅备受关注，西方国家始终盯着毛主席的一言一行。结果发现毛主席迟迟不现身，英国人便写下了一篇名为《毛泽东被斯大林囚禁》的文章，并在国际社会上流传开来。英国人的本意是借其煽风点火，挑起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矛盾，就算达不到伤害两国交情的目的，也多少能给中苏双方添堵。可令英国人没想到的是新闻传出去后，斯大林的处境被动了起来，这让他骑虎难下。为避免陷入舆论漩涡，斯大林只能主动找到毛主席，邀请他在公共场合露面，双方继续展开谈判。在英国人制造的强大国际舆论压力下，斯大林再也不敢冷落无视中方的意愿，最终只好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做出让步。英国政府的坏心眼非但没有得逞，反而帮了中国一个大忙。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人坏心办好事，无意间帮了中国3个忙。英国人做的第2件好事是帮助中国向世界宣布，过去那个凭借炮火就可以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时间回到1949年4月，由于国民政府迟迟不愿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军只能发动渡江战役，朝着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目标前进。然而就在战役前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却突然从长江入海口驶入，一路抵达南京附近的江面。紫石英号无视中国领土主权，贸然闯入中国长江防线。此举不但是对中国的极大挑衅，更会严重影响即将展开的渡江战役。因此解放军岸防部队多次向其发出警告，严令紫石英号驶离长江。可英国人不但对我军的警告置若罔闻，还把舰艇炮口对准了长江北岸的岸防部队，并随即向我军炮击示威。他们断定解放军不敢在这个时候予以还击。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解放军立即开炮还以颜色，数枚炮弹落在紫石英号舰身，致使其失去了控制，摇摇晃晃地朝着我军阵地西南方向的浅滩驶去。随后英国前后派来3艘救援军舰，但都遭到了我国的痛击。眼看无法取胜，英国舰队迅速顺流而下，回到了长江下游。紫石英号入侵事件过后，全世界一片哗然。4月22日，毛主席亲自发表了一篇名为《抗议英国舰艇暴行》的文章，痛批英国人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与国民党政府勾结，向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挑衅的危险行为。次日，毛主席专门指出，要想让紫石英号回去，英国政府必须公开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否则绝不释放。同时，前线沿岸部队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如敢再犯，严厉打击之。面对解放军的强硬态度，英国政府一时间有些骑虎难下。日不落帝国的尊严和骄傲让他们放不下架子向中国道歉。可如果不服软，紫石英号就回不去。所以在事情发生后英国先是狡辩其军舰进入长江是合法的，后又试图以武力手段威胁解放军，但均以失败告终。不得已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只能选择通过外交谈判争取紫石英号的归来。从4月底开始英国驻南京使馆武官赫仁斯少校多次与解放军展开谈判，但持续到7月份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英国方面显然没有要承认错误的意思。赫仁斯屡屡以误会之名掩盖此次犯罪事实，这样的态度自然无法使我方满意。中共中央只要求英国政府一句道歉，立刻就能放人回去。可英国人呢，就是不服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想要趁着夜色悄悄逃走。7月30号晚间紫石英号趁着台风来临，水面上涨，悄悄驶离了浅滩，朝着长江下游飞驰而去。
解放军发现后立刻沿岸追击，可追到镇江下游时狡猾的英国人利用江面上一艘客轮做掩护，寸步不离地紧贴客轮，致使我方沿岸炮台无法开火。在来到长江下游区域时，丧尽天良的紫石英号竟然向客轮开了火。趁着客轮被击沉，解放军忙于救人之际，紫石英号迅速逃离了我军视野。最终，中国还是没能等来英国一句道歉，但考虑到这起事件的后续影响，这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英国人在长江的遭遇彻底让西方各国认清了解放军的实力。过去那个凭借几门大炮就能敲开中国大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列强们在中国长达100多年的炮击外交也彻底宣布破产。英国政府此次的入侵之举恰巧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的崛起。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人坏心办好事，帮了中国3个忙。英国政府帮的最后一个忙是阻止了美国对中国志愿军原子弹的投放。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烈攻势下，恼羞成怒的美国人便动了使用原子弹的念头。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叫嚣，美国政府一直在考虑对中朝军队使用原子弹。此言一出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因为在刚刚经历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国政府也不希望战争事态扩大。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英国政府同样不希望美国铤而走险使用原子弹，因为亚洲战场一旦扩大，香港地区和印度、马来西亚等国都有可能卷入其中。如此一来，英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也将会大受影响。除此之外，同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也是英国一直担心的因素。英国政府内部有一种观点，那就是苏联迟迟不参与朝鲜战争，就是希望等到西方国家将全部精力投入远东战场时，苏联趁机直取西欧各国。届时与美国关系最好的英国将会首当其冲。所以当杜鲁门总统声称要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时，还没等中国和朝鲜陷入恐慌，英国就先炸了锅。英国伦敦76名议员联名致函首相艾德里，声称英国政府要是支持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将对政府投下不信任票，并全体辞职。与此同时，英国社会青年团体、妇女组织、宗教协会纷纷走上街头，在首相官邸前游行抗议，反对朝鲜战争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首相艾德里肩负着整个欧洲的使命，前往了美国。12月4日开始，艾德里与杜鲁门等一众美国领导人展开了6次会谈。他明确对美国政府表示英国不支持与中国全面开战。艾德里甚至主张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和平协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台湾问题。在核武器问题上，艾德里主张双方就原子弹的使用战略进行共同研究，并要求美国将关于这类武器的使用计划告知西欧各盟国。最后，杜鲁门同意与英国签订协议，表示如果准备扩大对中朝的战争，一定先经过与英国的商议。尽管艾德里此行并没有完全打消白宫方面的核武器使用计划，但多少对于限制战争态势扩大起到了作用。毕竟在所有西方国家中，英国仍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倘若失去了英国政府的支持，北约将会形同虚设，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将举步维艰。除了英国之外，国际社会对于美国的反对声音此起彼伏迫于各方压力，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放弃了使用原子弹的计划。如此一来，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志愿军也免于遭受一场核武器打击。其实不管是宣传斯大林软禁毛主席，还是紫石英号的入侵，又或者是阻止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英国政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只不过他们坏心办了好事，因缘巧合之下给中国帮了大忙，而这似乎也预示着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在英剧《是首相》中曾出现过这么一个场景，当首相吉姆·哈克想要放弃购买美国的潜射弹道导弹以恢复征兵制时，公务员领袖汉弗莱立刻拉拢首相的第一秘书伯纳德，试图阻止首相的计划。在汉弗莱的论述中，英国国防政策的目的不在于实质上保护了什么，而是为了让英国民众感觉自己受到了保护。购买美国的3叉戟导弹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毕竟这个耗资150亿英镑的战略级武器，除了价格之外，一切细节都不会对外公布。而这种不透明性恰恰就是营造神秘感、安全感的必要条件。40年前的一部政治喜剧便将英国政府的不堪和政客的虚伪揭露得一览无遗。可令人唏嘘的是，4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政治闹剧居然照进了现实。就在2025年6月2号，英国政府突然宣布斥资150亿英镑用于核弹头项目与潜艇建设，并公开喊话是为了向莫斯科传递信息。可还不等我们为跨越40年的这个巧合发表感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同一天发布的战略防御评估报告便再次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英国在这份报告中公然再提中俄威胁论，并将军事投资包装成打造以北约为核心防务计划的必要措施。英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我们回顾6月1号，英国防部长希利所言，英国的作战准备是英美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隐藏在幕后的黑手还是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作为2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战争的残酷给欧洲的所有参战国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各国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之中。虽然1949年美国就率先组建起了北约这个国际军事政治集团，但仅靠这一个防务体系显然不能缓解所有国家的战略压力。尤其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己夺人的美国担忧苏联通过类似的方式在德国发动军事行动，影响到自己在欧洲的利益。于是美国率先提出要在北约的框架下重新武装西德，以作为对抗苏联假想敌的前沿军事力量。可还不等苏联做出反应，法国就先一步提起强烈的反对，只因为这个计划让法国再度回想起了被法西斯德国支配的恐惧，所以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一个再武装德国的出现。作为妥协，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试图将西德军事力量纳入欧洲一体化防务体系之中，这便是著名的普利文计划。这一套欧洲防务共同体确立了军事一体化的架构，要求各国派兵组建跨国的欧洲军，最高指挥权归属欧洲防务部长以及超国家权力机构，以防形成独立指挥体系。同时，普利文计划更是与舒曼计划绑定实施，在军事的基础上再加经济作为保障，形成双重一体化的框架。这一提案通过分散编制限制了西德军队的规模，使其无法再单独发动战争。同时，欧洲军整体隶属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接受美国战略指导，这就让法国不必单独承担防务责任。对于法国的方案，美国自然提出了质疑，但随着冷战的打响，美国必须避免对苏联的直接刺激，因此在1951年转而支持普利文方案，并视之为推动西欧政治整合的工具。可这次又轮到英国站在了法国的对立面，毕竟此时的英国已经完全将自己的防务核心托付给了北约。为了维护这一体系，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甚至批评该计划为分割大西洋联盟。即便西德的阿登纳政府于1952年签署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表现出了空前的配合态度，但在英国的阻挠下，普利文计划还是没能顺利落实。甚至在1954年，就连法国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戴高乐派直接批评该计划使法国军队沦为美国的战略工具，就连军方也认为混合编制会导致指挥混乱，难以应对苏联的装甲集群。多重阻力导致普利文计划遭到法国国民议会的否决，而英国在同一年主导巴黎协定，推动西德直接加入北约的进程，更是彻底宣告了法国方案的终结。按说，欧洲共同防务体系的建立应当是符合英国利益的，但奈何战后的日不落帝国已经彻底失去了全球战略投射的能力，与其再建防务，还是直接抱一个大腿来得轻松。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不与欧土接壤的岛国，英国的地缘政治特征与其他欧洲国家稍有不同，因此在美国递出橄榄枝时，英国还曾陷入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的纠结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所做的战略抉择就不可避免地与欧洲产生了冲突。作为大国的英国骤然站在了欧洲的对立面，直接导致欧洲自己的防务体系迟迟难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是就此成为了笼罩在欧洲诸国之上的一片阴云。虽然军事一体化的进程并不顺利，但离美国远，离欧洲近，终究是英国难以绕开的话题。因此，不管是欧洲理事会的设立，还是煤钢共同体的协作，其中都没少了英国的参与。但随着欧洲各国经济政治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军事一体化的进程已然无可避免。当1994年更为密切的联合体欧盟正式成立，欧洲共同防务体系的建设便再次被提上了议程。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工党确立了亲欧的政策基调，并于1998年发表圣马洛宣言，首次提出支持欧盟的共同防务体系。这种决策方针的扭转自然离不开布莱尔政府的领导，但英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也是促成了战略转向的重要原因。在多国的共同推动下，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就此确立，欧洲军的设想也以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的形式成功实践。继任的布朗政府更是延续了布莱尔时期的政策，不仅帮助欧盟防务体系的完善，更是参与了2004年接管北约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维和任务的波黑军事行动，于2008年打击亚丁湾海盗的亚特兰大行动。只是偌大的联盟终究成为了防务体系的拖累，跨政府的合作导致了决策效率的低下。
而东欧国家对领土防御的侧重与西欧国家对海外干预的关注，更是造成了防务目标的分歧。再加上2008年以后接连爆发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欧盟的决策能力大幅下降，更是直接让防务工作实质上陷入了停滞。这就给英国国内的保守势力留下了画饼。2010年，随着卡梅伦保守政府的上台，疑欧主义一时间成为英国政府的主导思想，紧随而至的便是大力削减相关防务预算，以至于最终还是走上了退出欧洲防务局的道路。在保守思想主导下，英国不仅拒绝了欧盟军事总部的设立，更是与法国展开了避开欧盟的双边合作，甚至在2011年利比亚内战之时，英国再次转移了防务核心，重提对北约的依赖。不知是不是由于此次政策倒车开得太快太猛，以至于卡梅伦政府在2016年发起了极致保守的全民公投，然后就在全世界惊异的目光中，英国直接脱离了欧盟大家庭。至此，除了防务军事的合作，英欧持续了近60年的政治经济合作也彻底宣告了终结。我们无法知道英国是否真的与欧洲诸国有如此大的芥蒂，以至于非退出联盟不可。早在40年前的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就做出了核威慑优先的战略重构，这与当时军备竞赛的国际背景脱不开联系，但同样也在冷战2极抢夺欧洲话事人地位的领导权之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美国利用安全承诺将核力量的指挥权划归了北约的管控。英国在技术层面对美国的依赖一度达到惊人的 85%， 3叉戟潜射导弹系统便是在此时被英国斥巨资购入，而这份投名状也确实换来了美国共享导弹维护体系与降低研发费用的实质优惠。可耐人寻味的是，英国为升级3叉戟导弹系统，就曾打出过应对苏联 SS-20 中程导弹部署与 ABM-3 反导拦截的苏联威胁论。4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威胁论再度上演，又何尝不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英国公开渲染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不仅可以为自己的防务开支找到正当理由，还能与美国构建起反中俄的全新战略联盟，以强化自己的防务需求。同时，强化与美国、北约的关系，也是英国在脱欧后重拾全球话语权、构建全新战略定位的必由之路。而在这条路上，中俄俨然就成为了英国设想中的垫脚石。只是，就像中国外交部回应所谓中国威胁时所说的那样，在冷战早已终结的当下，还继续抱守旧思维，终究只会走上绝路，害人害己。